AI 被要求好好辅导时，反而会过度帮忙替学生完成思考。为什么越乐于助人的大模型，在辅导作业时越容易好心办坏事儿？这就是 AI 教育评估一直没解开的死结。没别的，但问题来了，怎么才能测出大模型到底会不会克制？这就是 AI 刚推出的全新教育 AI 评估框架 Tutor Moments， 它专门用来测度大模型在教学中平衡支架与克制的能力。账就这么简单，把这款工具放回你之前盘点过的 AI2 产品矩阵里去看，你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轨迹。3月那会儿，它还只能做基础代码审查，7月已经在改造编译器了。但它第一次把目光对准了教育现场，这也是老朋友们一直盯着的方向。所以，优秀的教学不只是有问必答，真正的教学艺术在于给提示，帮学生上手和克制，并逼学生思考之间做艰难权衡。找个优秀的数学老师求助，对方大概率会抛回一个问题：你现在知道什么？AI 做不到这一点。传统大模型基准只测静态答题结果，根本无法衡量动态的教学判断。他们倾向于奖励永不给答案或机械提供提示的单一行为，这就导致一个现实麻烦：你在用这些模型给学生讲题时，他总急着把最后一步直接端出来，把学生的思考过程全毁了。为了打破这种盲目性，整个评估框架基于462份来自美国2到7年级的1对1真实数学辅导记录构建。这些数据全都是去标识化的真实课堂还原，不是实验室里编出来的假账本。数据就摆在那儿，在这堆真实记录里，27位经验丰富的数学教师审阅并标记了超过1500个关键教学决策点，每一处抉择都卡在学生最容易卡壳的地方。这些专家用手感攒出来的判断力，恰恰是纯 AI 学不走的杠杆，这就是专业壁垒。在这堆精细标注里，包含了738个支架时刻和260个严谨性时刻。支架时刻教你什么时候该扶一把，严谨性时刻教你什么时候必须撤手让学生自己跌打滚爬。分寸拿捏全在这里。大模型在这些高强度辅导里总忍不住替学生代劳。人类老师在 transcripts 里拿到的适当支架比例是 0.458， 严谨性指标只有 0.182。 相比之下，大模型连这个及格线都很难稳稳踩住。数据不会骗人，所以系统设计了一套聪明的工作流，把对话截取至关键决策点，让大模型接管导师，并与模拟学生进行5轮对话回放。它逼着模型在每一步做出抉择，看它到底是给提示还是直接剧透。就这一步，它的评估指标非常直观，计算的是0到1之间的合理行为占比，分数越高，说明模型越懂什么时候该闭嘴；分数越低，说明它越像个急于邀功的客服机器人。没别的花样，自动化流水线，从适当支架、严谨性和避免过度支架3个维度来对照人类教师。但问题来了，这个阶段最容易坏在哪？自动化分类器虽然解放了人力，但在检测严谨性时引入了明显噪声，这是技术边界。在首轮基准测试中，研究人员一共测试了7个前沿的大语言模型，结果并不让人轻松。即使在明确写进提示词去权衡克制与帮助之后，多数模型依然会不由自主地滑向过度帮助，边界清晰可见。和 Kamigo 或 Duolingo Max 不同，它不是终端学习产品，而是面向底层能力的评测框架。如果你是做教育类应用开发的架构师，这段对你很关键。它测的是大模型的底子，而不是套了皮肤的聊天框。别搞混了。目前该项目已在 Hugging Face 开源数据集，并提供了完整的 Python 回放代码库。开源社区的资产就摆在那儿，你可以随时拉取公开的辅导绘画数据去跑自己的对比测试，拿走就能用。项目要求 Python 3.11或更新版本，通过 pip 安装即可快速跑起回放流程，整个环境配起来不到半小时。如果你手头正维护着教育类的 agent 项目，这套开源方案值得拿来做一次压力测试。代码很干净，
AI 教育评估正在从答对率转向过程克制，大模型的有用性偏好与建构主义教学法形成了深刻冲突。先确认许可证准不准商用，再看显存能不能撑住回放流水线。如果你的业务正卡在 AI 总喜欢剧透答案的痛点上，这套回放框架值得今晚就拉下来跑一遍。赞成。